据福布斯杂志报道，4架隶属美国空军的 F-16战机全副武装，从日本北部的三泽空军基地起飞，在飞行数千公里后到达南海海域，为美国海军的罗斯福号航母出阵。福布斯刊文指出，这是美国针对中菲两国在南海岛礁争端的武力展示。由于菲律宾的海上力量非常薄弱，完全无法抵御中国船只，所以必须求助于美国海军。福布斯指出，美国空军的行动其实暴露了其在西太平洋空中战力的脆弱性。这4架 F-16各自携带了6枚空对空导弹，原意是展示其夺取制空权的能力，但美军战斗机的基地距离南海实在太过遥远了。这些 F-16应该是从2900公里外的三泽基地起飞的，但最终可能降落于冲绳。这4架 F-16要到南海巡逻，需要4架加手纳基地的 KC-135 加油机的支援才能完成。其实，目前美国空军距离南海最近的就是加手纳基地的第18战斗机联队的2支 F-15中队，但不知道为何美军没有动用 F-15。美国空军在日本的三泽基地驻扎有第35战斗联队的2个 F-16战斗机中队，在以往这2个中队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日本航空自卫队监视远东的俄罗斯空军，特别是其战略轰炸机，而如今美国已经开始训练其进行跨区支援，可见其对未来局势的担心。美军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从前，加手纳和普天间基地一直被视为海权国家刺向陆权国家的一把利剑，而随着中国导弹力量的发展，冲绳岛上的基地已经处在大量的中国导弹的火力网下。而根据各大智库公司的分析，冲绳基地在冲突中的生存概率非常低，可能在开战数天内就瘫痪，所以美军不得不训练从更远的基地派遣战斗机，包括日本、阿拉斯加、关岛等基地。为了支援这些飞机到达战区，美军需要数量庞大的空中加油机，因此美军正在大力采购新式 KC-46飞马座加油机。即便如此，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在战区维持的战机数量还是会达到美军的数倍之多。尽管美军有比解放军更多也更现代化的战机，但中国具备明显的地理优势。中国的沿海机场众多，而美国空军空有一副庞大的武装，却根本来不及接近中国海域。美国空军官员沮丧地表示，空军的 F-35A 很难在亚太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航程不足，又缺乏可以安全起降的机场。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海军会让罗斯福号航母和马金岛号2栖攻击舰进入南海的原因之一。美国空军在南海失去了很多原有的基地，包括越南、菲律宾等等，这使得美国空军根本无法参与南海的制空权争夺，所以南海海域必须依靠美国海军自己。这4架 F-16战斗机几乎只是能显示一下空军的存在感而已，而美国海军深知自己的力量不足，不得不拉帮结派，号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海军共同参与。可这些海军的力量在南海会是中国海空军的对手吗？或许火箭军的反舰弹道导弹已经给出了答案。近日，日本决定将福岛核废水排入海洋的决定引起了许多国家反对，韩国更是在1天之内对日本使出连环招式，表达其对日本这一决定的强烈不满。在日本做出排放核废水的决定之后，韩国就立即召见了日本大使，并对其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然后韩国民众还自发的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甚至专门跑到日本大使馆门前抗议。韩国各大超市也明确表示拒绝销售日本产海鲜。最后，就连韩国国务总理都亲自出马，发表推文，强烈谴责日本的做法。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日本要排放核废水的决定，韩国的反应是最为激烈的。但是现在事情却出现了反转，韩国突然转变口风，声称将不再坚持反对日本核废水入海，这是怎么回事呢？据韩联社报道称，当地时间4月19日，日本驻韩大使相信孝一对媒体表示，日方正考虑让韩国参与福岛核废水的排放监督工作，并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商量相关事宜。随后，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溶也表示，如果日本能够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的标准程序进行处理，韩国也将没有必要坚持反对。从这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前后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这或许又与美国的干涉有关。据路透社报道称，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结束为期2天的访华之后，紧接着就对韩国进行了访问。而就在4月17日，克里抵达韩国的当天，韩外长郑义溶就向其表达了日本核废水入海的担忧，但是克里却并没有买账，而是当着韩国人的面直接表示，相信日本会在排放废水一事上做出正确举动，美国也不宜介入。
在我们看来，这一句不宜介入像是在提醒韩国接下来该怎么做，而事实也证明了韩国开始心领神会，也改口声称不再坚持反对日本了。最后我们想说，在美国的施压下，韩国还是屈服了，可是在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情况下，如何能确保其做出的报告是公正而透明的呢？就像美国犯下了多起战争罪，却施压相关机构不得对美进行调查一样，这样的结果能算是公正透明的吗？因此就有国际评论指出，中俄该挑起大梁，反对美国霸权了。因为日本之所以敢与世界为敌，排放核废水污染海洋，就是仗着有美国撑腰，而当今世界有能力并且敢挑战美国霸权，也只有中俄了。最近美国拉着俄罗斯打驱逐外交官战，你驱逐我的外交官，我驱逐你的外交官，打的是不可开交。而且美国还拉了北约同盟，共同对俄罗斯的外交官发起制裁或者驱逐，让不少人都惊讶美国还真是一次又一次刷新下限，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不过这在别人看来或许笑一下就过的事，对于俄罗斯来说可就不那么好了，因为外交官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外交官被驱逐，自然让俄罗斯大怒，所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过来把所有制裁俄罗斯外交官的国家全部制裁或驱逐了一遍，还把数量直接翻倍。就算是美国也同样没有放过，而且对于美国驻俄的大使，虽然不能明目张胆的驱逐，但也是明里暗里的提醒这位早点回家。就这普京也并没有消火，毕竟在驱逐外交官战之前，拜登亲自打电话邀请普京前往第三方国家进行会谈，以为美国这回服软了，但结果转头就驱逐了俄罗斯的外交官。所以对于普京来说，要打就痛快点，能动手就别动口，直接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大规模的兵力。据路透社的消息表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15万俄军集结在乌克兰边境，这显然是可以预见的该地区冲突风险已经进一步提高。而五角大楼也明确表示，这次俄罗斯军队比2014年在克里米亚时集结的规模要大得多。值得一提的是，博雷利随后连忙称，乌克兰外交部长在向欧盟外长会议进行简报后，呼吁欧盟继续对俄罗斯进行新的制裁，但目前欧盟没有进一步针对俄罗斯经济制裁或者驱逐外交官的计划。虽然都知道俄罗斯现在的条件，想打仗非常困难，经济条件的限制简直让俄罗斯的军队寸步难行，但是俄罗斯真要举国之力来震慑那些意图侵害俄罗斯利益的人，也不是不能做到。俄罗斯为什么被称之为战斗民族，和俄罗斯强硬的作风有很大的关系，宁愿玉石俱焚，不愿苟且偷生，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不敢真去对付俄罗斯的原因。同样也怕俄罗斯直接不管不顾，直接反扑，让美国一起陪葬，所以就连美国都不敢硬碰硬，欧盟也同样不敢。在俄罗斯表示出有胆来战声势的时候，直接就怂了，驱逐外交官战接下来也就只能停下来。就像是普京很早就说过的，抗议100次，抗议1000次，都不如轰炸机扇一次翅膀，说的再多，也不如直接做的更让人产生畏惧。